说书的内容是史上最奇葩的大斗法。夺78，不是那个78，是7煞8败，好吧？哦，害我吓一跳。那你今天是怎样？这个故事呢，从清朝雍正年间，北京有一户大户人家，然后他们要娶新娘嘛，大红花轿去娶她。迎娶的时候呢，这一座轿不小心经过了一个古墓，突然狂风骤起，然后绕过了这个轿子一圈，然后他就吓了一跳啊，那也没发生什么。所以呢，后来大家就一样的走到新郎家了。到了新郎家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这个轿子掀开，新娘呢？2个新娘，吓死了。然后还长得一模一样，装束也一模一样，长相也一模一样，通通都一模一样。虽然亲友们惊吓不已，可是他们就觉得分辨不出来到底谁是真的怎么办？因为他们2个讲的话也一样。比如说我说你是假的，你会突然讲我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，你会说你也才是真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既然这样也没有办法，干脆让2个新娘都一起拜堂好了，这总会有一个是真的吧？这个新郎呢也好开心，就觉得我一次就得到2个，所以呢他就跟那2个新娘拜堂喽。酒宴啊宴席的情况下，好开心，大家都慢慢的离开了嘛。公婆也回她的房间去睡觉了。这个时候他就带2个新娘入洞房啦。半夜的时候突然传来尖叫声，公婆就冲到新郎的洞房花堆，打开来看，地上死了新郎跟死了新娘，2个人躺在地上，满地都是血，全部都吓到。另外一个呢不见了。突然他们发现屋檐上有一只非常大的乌鸦，然后翅膀非常的大，整只鸟的鸟声也非常的大，然后就微笑的就飞走了。他们就想说，那到底躺在地上新郎跟新娘死了吗？就赶快进行抢救。后来抢救之后，他们其实看不见，但他们有说那一只就是鬼新娘，而且他最喜欢吃的就是眼睛，所以就把他们2个人眼睛吃掉。这个就是鬼新娘的由来。那鬼新娘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正面一点的，那是新娘神。新娘神呢是怎么来呢？这个故事的缘由就要回溯到周公时期。周公呢最厉害的就是占卜、卜卦跟那个易经啊、八卦啊，他的完全就非常精准、精熟练。但是其实周公啊是一个非常机场小肚之人，所以呢，他为了要赚自己的这个算命摊的钱，他就比如说你来算命，我就先告诉你什么时候会死，你有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劫难，你可能如何又如何，就很像现在的病毒，你先写好病毒，我再写防毒软体给你，但都是我写的。所以呢，他就先告诉你哪一天会遇到任何劫难，那时候我再替你破解。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，这些人都没有再回来找周公了，怎么你们都不需要破解了吗？原来有一位女生，她叫桃花女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，有这么厉害的你，可能后面也会有更厉害的人。这女生才18岁，她居然就有办法一直破周公所设下的这一些诅咒。桃花女就替所有的人解除了这个周公的诅咒。周公就觉得这怎么可以呢？所以我一定要阻止你迫害我的饭碗。我们就开始了有这些习俗，总共7煞。第1煞，它首先就是你要娶新娘的时候，他先给你下了一道出门煞。你出门的时候，他就先给你下煞星的诅咒在那里。那桃花女呢，就用什么来破解？用大红色来破解，让你穿红衣、红鞋、红盖头，全身都红，红炮、红轿、红灯笼，就用这个来破解了出门煞。这第2煞呢，叫做上轿煞。你既然都成功出门，那上轿呢，他就在上轿的时候帮你下了一个诅咒。这桃花女要怎么解决呢？这上轿煞就是故意丢一只5公斤，然后就可以吃你。那桃花女就想，这样好了，我们来破它，我们就放一只公鸡就可以把猴公吃掉啦。所以也有就是，如果女生要出嫁的时候，除了大红衣服，对手还会抱一只鸡。对，这个我有印象。对，这就是为了吃蜈蚣啊，破这个上轿煞。原来第3煞呢，叫做霹雳煞，也就是说上轿你要出轿，是不是都要离开那个大红花轿？那我就下一个霹雳煞，就是雷。关于雷公的故事呢，你可以到雷公这一集来听哈，用雷公来劈你。所以呢，桃花女就想一个办法，就是用米筛，BK 上面画八卦，用红色的笔画，用朱砂画八卦，然后呢，让媒人婆啊替你遮住，就可以挡掉霹雳煞。这样来，这第4煞呢叫做白虎煞。你要去到你夫家的途中，我就给你下一个白虎煞。那只白虎就会把你们阻挡跟吃了，所以它就会放一块猪肉在途中破解白虎煞。那只白虎就会看到一块猪肉就疯狂吃它因为我们家那边习俗有听说，长辈会跟你说，我想吃肉。
就是为了白虎意思煞。就是说你要赶快去结婚，我想吃那个肉。看来这个白虎就是长辈们。再来呢，第5煞叫做下轿煞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到了夫家了，也顺利到了嘛，你要下轿的时候，他又下了一个诅咒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桃花女呢就叫，如果新郎要迎接新娘下轿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在轿门口踢3下，扇子敲3下。就可以把这个煞给破解了，所以呢，也常常就会有在开轿门的时候，迎娶新娘出来的时候，新郎一定会叩叩脚踢3，然后扇子敲叩叩叩，媒婆就可以把轿帘打开。然后讲一些吉祥话，然后新郎再把新娘接出来，就破了这个下轿煞。第6煞叫做入门煞，你就算顺利下轿了，我就不让你进门，所以我在门口就放了一个入门煞，我让你过不去。所以呢，这桃花女又想了一招，她干脆就是用瓦片加火炉啊，有让你过灰楼之后踩破那个瓦片。火炉有旺夫驱邪的功能，所以你就跨过去的时候踩下去踩过它。这时候呢，这个媒人婆也要记得在旁边讲一些吉祥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入门煞给去除了。第7煞它叫做入房煞，好，我们要入房间嘛，对，这是跟层布有相关。关于层布的故事，我们额外再做一集给大家听。好，床木上床之前，他就会给你下一个入床煞。那我们要怎么破解呢？桃花女就想了一招，有生肖属虎的都不能进，而且不能碰的新娘床。因为它有床母在上面，然后你前一天要记得安床。最后的结尾就是，我们所有的新娘车都要记得放甘蔗，代表有头有尾，甜甜蜜蜜。为了要破解周公之法，这桃花女设想出来的总共7煞。原来，因为我之前有是当过那个婚摄嘛，所以有从头跟到尾。所以你刚刚讲这些，我几乎都有印象，有做这些，但是会不知道为什么。它呢最经典的名称叫做周公力斗桃花女，就是为了自己的饭碗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这些习俗都是因为这里而延伸到演变到现在啊，还真的很有趣呢。所以我们的新娘又分鬼新娘，还有新娘神啊，所以我们走的是新娘神这一块。OK， 这个最后呢，咱们还有一个习俗了哈。这个其实我不太认同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礼车要开动的时候，或者轿子要起轿的时候呢，娘家的妈妈都要泼一盆水，意思就是要告诉你，凡事要以夫家为重啊。男尊女卑的时代嘛，泼出去的水，凡事要以夫家为重。甚至呢，在轿子启动或礼车要走的时候啊，这新娘呢都要丢下一把扇子，这意思就是要告诉你，把你自己所有的坏脾气啊、不好的个性啊，都要留在娘家。这就是抑郁的一种。但是有人说这个新娘神还有资深之浅之力的问题，所以呢也有说，如果你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你的新娘神也有可能会跟你隔壁的好朋友，她要是怀孕了，你就跟胎神相冲，那就要看谁资历深了。所以也有人说，如果你已经怀孕了，你最好不要去人家的婚礼。对，那新娘神也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已经结婚了，结果你也是3个月内结婚，我就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，因为我的新娘神已经比你弱了所以也有人说这个新娘神在3、4月份的时候呢，不能做任何的家事，也不是要乖乖待在房间里。原来呢，在那时候男尊女卑的时代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新娘神？也有可能是为了自保而用的。什么样的自保呢？你就可以在3、4个月的时候免去，因为你在办婚礼已经够累了，你要洗10篓的高丽菜，剁几斤的猪肉，摆喜宴已经够累了。如果你结完婚之后，你立马又要服侍这个夫家，做任何洗衣服、做饭啊、生小孩，所以你这样你可能会把自己累坏，才会产生了这个新娘神的故事，然后来自保自己有3、4个月可以乖乖的好好在家里休息。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说，这些婆婆想出来的，婆婆想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好不容易为我们家传宗接代，你要给我乖乖的好好在家里安胎，不可以爬照，你也不能洗头，你也不能出游，你通通都不能乱走，你只要乖乖待在床上，你才好好把他们的后代给生下来。有的时候人家也说，这是搞不好是婆婆所传出来的反正各有各的说法。对，